校花与男友。校花为钱插足我和男友，但她不知道的是，男友一直用的是我的钱，连七夕送给他的包都是我买的。七夕当天，程延东说有事不能陪我了，发了个52块的红包后就消失了。可是晚上我却收到一张照片，是大学时的校花夏婷发的。照片上的她似乎喝了点酒，面色潮红，眼神迷离，正倚靠在一个男人的臂膀上。我和他向来没什么交集，加上微信后也从来没说过话，只是朋友圈偶尔会互相点赞，所以我只当他是发错了人，没有回复。可能是见我太久没有反应，夏婷发了一句话，还没认出来吗？难道这是专门发给我的？我满腹疑惑，打开了那张照片，下一秒我就愣住了，全身的血液倒流回心脏，只感觉手脚一阵冰冷。照片的边缘处露出了一个男人的小半张脸，那分明就是程延东的侧脸，下巴边缘那颗小痣，我怎么会认不出？我的心脏像是一下子被人攥住了，透不过气来。想分手就直说，发这种照片来恶心我是什么意思？我被气得全身都在抖，但还是忍住愤怒，更加仔细的看了看。夏婷的身上背着一个包，虽然没有露出包的模样，但是明眼人根据链子就可以分辨出，这分明是 Gucci 的七夕新品包。而这个包也是程延东向我讨要去的七夕礼物，他说要在这个节日里给妈妈尽尽孝，所以想让我送他一个奢侈品女包。好啊，我倒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婷成他妈了。我立马打字道，你什么意思？结果夏婷发了个偷笑的表情，随后道，傍了2年的大款，油水捞了不少，现在才被我拿下，就知足吧你。短短几句话，我就像是不识字一样，怎么也看不懂。傍大款？谁？他不会是在说我吧？我的脑子一阵混乱，当即给程延东打去了电话。我足足打了10来个，可是程延东都没有接。倒是夏婷发来了语音，她用嚣张又嘲弄的语气说道，别打了姐姐，阿言在洗澡呢。我没有理他，理智告诉我还是要给程延东一点最后的信任。半个小时后，程延东终于回了我的消息，他只发了一句话，宋贤，我们分手吧。我几乎是颤抖着手，质问道，为什么？什么样的分手不能体面一些，非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侮辱我？而且今天还是七夕节。谁知道程延东倒像是积攒了万分委屈，道，跟你在一起这2年，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每次出去吃饭逛街用的都是你的钱，你不知道这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多大的打击。婷婷不一样，她温柔又弱小，需要我的照顾。所以宋贤，我们分手吧，别来纠缠我了。我看着那段话，简直不可置信，不是伤心，而是被气得。这个男人花我钱的时候不说压力大，要分手了倒是把一切过错推到了我的头上。有钱还是我的错了。行啊，程延东，你可千万别后悔。美女在怀，春风得意。程延东连发了好几条朋友圈秀恩爱，我的朋友气不过，在他的评论区质问他我该怎么办，却被程延东通通删除拉黑。所以谁说真诚才是爱的必杀技的？明明漂亮才是。只是我很好奇，夏婷这么美，到底是为什么才会看上程延东的呢？朋友提醒我看看自己的朋友圈，我点开一看，才终于恍然大悟。程延东家境不好，很少送我贵重的礼物。为了让他不掉面子，我经常把自己买的奢侈品说成是男友送的再晒出来。而且我这才发现，夏婷从来只点赞我晒奢侈品的朋友圈，虚荣之心简直溢于言表。夏婷是我的大学同学，程延东是我参加工作后才认识的。他俩的唯一交集就是1年前我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原来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勾搭上了。我居然戴了1年的绿帽子，我气到头疼，就在想着该怎么报复这对狗男女的时候，朋友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夏婷不是喜欢钱吗？如果他知道了程延东一直都在花你的钱，会有什么反应？一点就通。于是我开始把这些年来程延东向我借钱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全部截图取证。程延东虽然穷，但是很喜欢装阔，尤其是知道我的家境后，时不时的就向我借钱。当时我们是男女朋友，一点小钱我也不放在眼里，从来没催过他还。可是如今他居然绿了我，那我也不得不计较起来了。以小计大，仔细一算，我们恋爱2年，程延东就向我借了足足10万块钱。
要知道3000就可以直接立案了。我把账目做成了文档，发给了程延东。分手后一直以来都在装死的程延东破天荒诈尸了，给我发了个。我没理他，只是发了句给你1个星期的时间，还不出来的话就法院见吧。可笑的是，程延东还以为我是想用这种手段让他回心转意。他在朋友圈晒出了这段截图，嘲笑我是诡计多端的穷女人。夏婷也发来微信骂我，说程延东给我花了几十万，我居然还不知廉耻的找他要钱。笑死，程延东但凡给我花过2000块钱，我都能给他磕个头。我并没有回复他们，因为我知道很快就要有人笑不出来了。1个星期后，程延东还是没动静，我果断地向法院提交了立案申请。几天之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大概是法院通知了他。电话那头的程延东痛哭流涕，宋贤，10万块钱我怎么还得出来啊？你看在我们2年的感情上，不要起诉我好不好？你知道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考上1线城市的公务员，我不可以留案底呀。我笑了，2年的感情，其中1年你都在出轨，还好意思提？真当我是恋爱脑啊？我知道此时案件已经到达了一个诉前调解的地步，很快就会开庭了。于是我也给程延东下了最后通牒，我是不可能撤诉的，还不出这笔钱，你就等着成为老赖，这辈子都考不了公吧。果断的挂掉电话，我只觉得神清气爽，舒坦。果然面对自身利益的时候，人总是怂得很快。没过几天，我的账户里就打进了一笔钱，还有零有整的，看起来十分寒酸。程延东出身农村，家境不富裕，他自己又大手大脚的，借去的钱大多是被用来请客充脸面了。那他哪来的钱？很快，我的问题就得到了答案。Gucci 专柜的 sales 联系到我，问我之前买的包是不是出现了问题。我一头雾水，问他发生什么了。Sales 似乎十分苦恼的样子，如同客服般官方的语气里夹杂着一丝不可思议。前段时间有个男人来我们店里说要退货，你也是知道的，我们这个包没有质量问题，概不退换，更何况他都已经拆封过背过了。溯源一查，是用您的卡买的，就来问问怎么回事。我一猜就是程延东那家伙，于是问道，那你们给退了吗？ Sales 说，当然没有了，那个男人又吵又闹的，连保安都招惹来了，他还趴在地上，拖都拖不走。后来我们实在没办法，就告诉他了几家二手包回收的机构地址，他才终于走了的。程延东向来注重脸面，想象一下他趴在地上被保安拖走的画面，我笑得简直想捶地。什么包？能给我看看吗？ Sales 发了张官网的图，赫然就是那只七夕新品。这包不是被程延东送给夏婷了吗？怎么被他卖了？我点开夏婷的朋友圈，明明昨天他还背着这包拍照发了9宫格呀。点开图仔细一看，我逐渐看出了端倪。原款包上有2排爱心图案，都是对齐的。可是夏婷昨天发的照片里，爱心的位置都错开了。所以说，程延东把真包卖了，又买了个假的狸猫换太子。看来都到了这时候，他还是不肯告诉夏婷实情啊。我转头撺掇起了大学的舍友，让他在夏婷的评论底下留言，你的包是假的，赶紧去鉴定一下吧。刚开始夏婷还怒气冲冲的回复他，哼，嫉妒你就直说。结果过了几个小时，夏婷就把那条朋友圈删了，随后又发了一条，人心不古，笑得我差点岔气。我联系上的大学同学是夏婷的舍友，上学时就十分讨厌他。知道了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很气愤，骂道，我当初就说他是个惯三，结果没人信我，现在果然还在当小三。我一下子被勾起了好奇心，毕竟大学时候我只专心学业，对八卦一向不感冒，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些。而那位同学似乎也终于找到了倾诉口，源源不断地向我诉说起来。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觉得夏婷这个人挺好的，长得漂亮，说话也温柔。结果没过多久，就发现她特别爱和男朋友打电话，每次都能打3-4个小时。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她和男朋友恩爱，后来有一次她不小心外放了，电话那头传来的居然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但是由于没有证据，我们也不好随便揣测他，直到后来他隔三差五的在我们面前炫耀收到的奢侈品。有个舍友忍不住了，问他是不是电话里的那个中年男人买的，结果夏婷供认不讳，还说我们傻，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能有几年，现在不赚点钱，以后就赚不着了。
他在屏幕那头滔滔不绝，而我早就已经呆住了。我以为夏婷只是爱钱，只是被程延东的花言巧语蒙骗了，没想到这两人是相互诈骗啊。一个以为钓到了金龟婿，一个以为泡到了瞎眼美女，结果到头来不过是王八配绿豆。那个同学最后说，你去看看夏婷的手机，说不定还和那个中年男人有联系呢。虽然他的话里有揶揄，但是我却当真了。我知道程延东生性多疑，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经常翻看我的手机，连同微博、知乎、豆瓣等一系列软件账号都翻了个底朝天，但凡有和男人的对话，他就要借此朝我发火。Online knowledge sharing platform。 想来当时我也是被爱情蒙蔽了双眼，还以为这就是恋爱中的占有欲，结果差点被人破了个底裤不剩。所以如果夏婷还和其他男人有着联系，那么一定会被程延东发现的。只不过如今他恐怕根本没有心思处理和夏婷之间的感情，因为法院的开庭日期已经下来了。收到传票的当天，程延东给了我发了一长串私信。他说，宋贤，我愿意和夏婷分手，你不就是想要和我复合吗？我答应你了，撤诉吧好吗？别让我们以后的孩子也受到影响，乖，听话。什么玩意儿，还当自己是香饽饽呢？怪不得程延东能那么果断的就和我分手，大概是我对他的好让他看不清自己是谁了，还以为只要他愿意，我就会一直在原地等他。说真的，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吃饭，当即恶心的我一阵反胃，直接截图发给了夏婷。随后我就见证了一个女人疯癫的模样。你为什么要找安言说话勾引他？撤诉是什么意思？你要对他做什么？宋贤，你这个女人怎么会这么歹毒啊？我气得直发笑，从没见过那么蠢的女人。我好心给她发截图，是希望她能看清程延东的真面目，没想到她满脑子就是争风吃醋和雌竞。于是我忍无可忍，直接对夏婷说道，与其质问我，不如去问问你的亲男友，一个软饭男，怎么有脸说我花他的钱？你还不知道吧，那个 Gucci 包是我买的，原本是正品，后来程延东为了还钱，就把包卖了，替换成了假货。那包的钱我还没跟他算进去呢。发完这段话，夏婷像是疯了一样，一直给我打语音电话，却都被我点了拒绝。害怕面对真相，不敢去找程延东问清楚，所以就把怒火撒到我身上。谁惯着他呀？当初看着我给程延东打电话的时候不是很得意吗？现在我终于可以用当初他对我说的那句话回敬他了。别打了妹妹，姐姐嫌晦气。没过几天，大学时的班长通知我去参加同学聚会。说是聚会，其实就是谈生意。毕竟高校的学生走入社会后，许多都成了功成名就的大老板。同学聚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接触机会。失业的人找工作，成业的人拉合作。我们学校的传统惯例，每年的同学聚会由一个年级统一举办，就是说我会在那里遇到夏婷。对此，我的内心并没有涌起太大的波澜。我已经提示过他了，如果他还是不听，那就说明他的命里注定有此一劫。聚会的地点在本地最豪华的酒店，我随便抓了件短袖就出门了，其他同学也大多如此。所以当夏婷穿着一件开背拖地礼裙，挽着程延东的手出现时，所有人都被雷到了。走红毯来的呀！我听到身边的人吐槽道。夏婷朝着四周张望了一圈，像是在寻找什么目标似的。直到我们四目相对，她抿嘴一笑，就向我走来。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程延东的表情有些复杂，毕竟我和他不久之前还是情侣，如今已经到了法庭相见的地步。哎呦，我看是谁呢？怎么一个人啊？夏婷尖锐的嗓音像公鸡一样，叫得我脑袋疼。我睨了他一眼，关你屁事。夏婷脸色一白，你。随后他平复了心气，尤为得意地对我说，当年我就是在同学聚会上加上的阿言，如今他终于站到我身边了。我看了一眼程延东，他却十分心虚地别开了目光。我就知道，这两人已经给我戴了整整1年的绿帽了。夏婷似乎有意侧了侧身，让我看到了他背在一边的包。还好那时候没听你的挑拨，阿言都跟我解释了。那个包确实是你送给他的七夕礼物，但你送的就是假货。阿言为了补偿我，又给我买了个新的。呵呵，没钱就别学别人送奢侈品，丢不丢人啊？我被他的话语气笑了。我送假货？我全身上下除了甲片是假的，就没有一样假货。
倒是，我又看了一眼夏婷的包。程延东，你可别笑死个人，又买个假包哄人啊。似乎是感受到了我的目光，程延东从脖子到脸全部涨红了。我嗤笑一声，盯着他的脸，一字一句的说道，是啊，没钱就别学别人送奢侈品，丢不丢人啊。这边的气氛剑拔弩张，那头的聚会已经宣布开始了。我本不想搭理夏婷，可是我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似乎有意要和我对比，凸显他那条格格不入的礼裙一般。这个时候有个男人朝这边走来，夏婷惊喜道，是盛资集团的公子，我们这一届同学里就属他家的企业最大了。他转过头对程延东说，阿言，他一定是要来和你谈合作的。接着又换了张颐指气使的脸对我说道，去年同学会上你借着阿言的光认识了那么多老板，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没有了阿言你到底有多丢人。我用看白痴的眼神看了一眼他，但同时我也终于清楚了为什么当初夏婷会去加程延东的联系方式了。当时确实有很多人找上我们，不过都是来找我的，希望能借着我和我家里的公司合作。那会儿我还给程延东介绍了许多资源，帮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没想到居然会被夏婷认为是我傍大款的铁证据。是不是在他的世界观里，男人才可能事业有成，女人就只能攀附男人啊？很快男人就面露微笑的走到了眼前，夏婷一喜就要迎上去，结果男人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朝我走过来。宋小姐，好久不见啊。我也礼貌回应，好久不见。男人正要继续开口，却被夏婷横插一脚。他讪讪笑道，不是，会不会是搞错了？你找宋贤干什么？他没钱没势，又不会做生意的。男人似乎对他的言语很不满，但是没有搭理他，而是做了个请的手势，对我说道，这边有些吵，宋小姐方不方便借一步说话，想和您谈谈盛资下一步的行动。不，夏婷惊呼着，一定是搞错了，你是来找程延东的吧？看着那只抓住自己袖子的手，男人终于失去了所有的耐心。程延东是谁？这位小姐，念在我们同学一场，麻烦你放手。夏婷的一嗓子引来了在场大部分人的目光。程延东似乎也感觉到了丢人，默默背过身去。我看着他那张不可置信的脸，终于忍不住说道，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程延东一直都在诓你，他没钱，他用的都是我的钱。同学会上的投资方是来找我的，朋友圈那些奢侈品也是我自己买的。我也从来没有骗过你，我送的 Gucci 是真的，也确实是被程延东用假货代替了，甚至连你身上这只被他用来赔罪的包也是假的。非得让我说的那么直白。夏婷呆滞了许久，反应过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求救般的扯住程延东的衣袖，问道，他说的是真的吗？在场的人太多，程延东也不好当场骗夏婷，于是他反拉住夏婷的手，说，没有钱又怎么样呢？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呀，难道有爱还不够吗？谁知道夏婷直接甩开了他的手，脸色涨红，像是丢脸至极。谁他妈爱你呀？我以为你是富二代才和你在一起的，别恶心我了。话音落下，程延东的脸当即就绿了。下一秒，夏婷把包砸在了程延东的身上，转身跑出了会场，留下程延东一个人，脸色白一阵绿一阵，感受着周边人鄙夷的目光。开庭当天，程延东并没有来，但法院还是以被告缺席开庭了。由于我的数据准备的十分充足，所以当庭宣判程延东还钱。判决书不日就会寄到程延东家里去，也不知道夏婷看到判决书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想要傍大款，结果大款是个欠钱的软饭男，满心期望被打碎，他的表情一定很好看。想到这里，我都不禁笑出了声。满打满算，程延东还欠我7万块钱，倘若不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款，就会被纳入失信人员名单。别说程延东梦寐以求的考公了，会不会坐牢，怕是都难说。我本想着这件事情就此告一段落了，两人也得到该受的惩罚了。谁知道1星期后，我收到了一笔7万的款项，正是程延东发来的。他哪来的钱？我疑惑重重，另一头程延东却跟没事人一样，开始了重新追求我。宋贤，我知道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你在气头上，我愿意原谅你的，就让我们抛下一切重新来过吧。
我差点抖下一麻袋的鸡皮疙瘩。我以为经过这件事他会彻底恨上我，但是他没有。果然在程延东这种人眼里，钱能让他吞下所有的恶心。以前我跟他在一起时，他觉得傍富婆委屈，现在想明白了，又想回头。哪来的好事？他追求我的事情弄得十分大张旗鼓，不仅在朋友圈发我们曾经恩爱的合照，还跑到我家楼下抱着花束高调求和。第一天是一束玫瑰，第二天还是那束玫瑰，第三天玫瑰都蔫了，他还抱着，抠搜劲恐怕是刻进骨子里了。第4天，程延东终于被保安撵出去了，还上了我们小区的黑名单。我还在奇怪这种高档小区他是怎么混进来的，结果保安调了监控后告诉我，程延东是钻在垃圾桶里进来的。这30多度的天，我忍不住嫌恶地皱起了眉头，还好这几天我都没有下去过，否则恐怕只会闻到一股酸臭味。程延东在这头求复合求得起劲，那边夏婷却毫无动静。难道他们真的在同学会后就分手了？本着好奇，我去问了夏婷大学的舍友，结果他十分惊讶地和我说，你还不知道吗？夏婷的那个男朋友把他的奢侈品全卖了，怪不得程延东拿得出钱赔我，原来是用的这种手段。那位同学幸灾乐祸道，那些包可都是这么多年来夏婷周转在老男人之间得来的，如今竹篮打水一场空，恐怕是要气死了。我难以置信地问道，程延东卖了他的东西，他倒是也肯。同学回复说，当然是趁着夏婷不注意偷偷卖的。他本来想报警的，结果那男的用裸照威胁他。这2天夏婷疯了一样在朋友圈骂人呢。我闻言点开夏婷朋友圈，干干净净的，恐怕是觉得丢脸，特意屏蔽我了吧。但是听他一说，我也不禁打了个哆嗦，毕竟我也曾经跟程延东相处过，会不会？想着，我又很快自我打消了这个疑虑。如果程延东真的有我的照片，只怕在我起诉他的时候就拿出来了。他这是走投无路，黔驴技穷，掀起了卖包的意，才又生出了拍裸照作为威胁的想法呀。纵然我对夏婷之3当3的事情十分恶心，但也忍不住骂起程延东来。真是下作，恶毒。如此平静的过了一段日子，在听到夏婷的消息时，居然是她当小三被正房抓包的事。夏婷大学时攀附过的男人都有妻室，知道自己老公出轨，却始终抓不到人。直到程延东把那些包卖到了二手奢侈品店，意外被其中一位太太看见了。听说当时那位老板定制了2款一模一样的包，因为是独家定制，所以绝无仅有。他分别送给了自己的妻子和夏婷。太太看到自己的同款包，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联系上了程延东，而程延东在同学会上被夏婷甩了脸，估计也记恨上了他。有些情侣就是这么回事，曾经爱过的人一旦分手，就成了仇人，恨不得啖肉饮血。他把夏婷的住址和工作单位全部告诉了阔太太，于是就有了这出正宫打小三的戏码。听说当时那位阔太太带了一排保镖，谁敢劝架就揍谁。夏婷平日说话好听，营造的也是不缺钱的千金人设，一下子的形象反差，让众人大跌眼镜。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我甚至在同城的群里看到了当时的视频。视频里的夏婷狼狈不已，头发凌乱，右边的眼圈青紫，正抱着头满走廊的乱窜，哪里还有往日的风姿。这个时候，明显是他们上司的男人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满脸怒意，骂了一句脏话后，冲着夏婷逃跑的方向喊道：娘的，这女人还说要跟我找对象，骗了老子不少钱。也就是这句话，让同城群里的人炸开了锅，事情的恶劣程度再次上升了一个等级。我这才知道，原来我被绿的同时，程延东也在同步被绿。当时发过的秀恩爱朋友圈，如今已成了笑柄。程延东要是知道这件事会闹得那么大，估计也会后悔害夏婷吧。毕竟他想不到，这脸居然是他俩一起丢的。没过几天，夏婷的事情尘埃落定，原单位开除了他，连带着他住的小区里的居民都在居委会联名上书让他搬出去。再加上那位阔太太扬言要在圈子里封杀他，恐怕将来夏婷要还想在本市找到工作是难了。虽然我向来支持先打男人再打小三，但是越有钱的人家离婚越难。那位太太基于家里的财产不便离婚，所以才大张旗鼓的打了夏婷，算是给自己老公一个警告。这么一闹，夏婷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
一个好好的校花，利用自己的美貌赚取不当的钱财，最后却得到了反噬。也不知道他想起自己曾经对舍友说过的话，会不会悔恨不已。至于程延东，自从夏婷出事以后，他就干脆破罐子破摔了。大概是发现身边再也没有像我这样愿意毫无底线为他花钱的富婆，他对我追求的攻势也愈发猛烈起来。一开始只是在我的小区门口蹲着，到后来每天都跟踪我。第一次在咖啡店偶遇的时候，我还能当作偶然，可是接二连三的在商场、超市、公园遇到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毛骨悚然起来了。朋友说他现在已经魔怔了，显然是把我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因为夏婷的事情，他被全公司的人明里暗里嘲笑是绿帽王，自尊心向来强的程延东哪里受得了这些，直接就辞职了。没了收入来源的程延东只能坐吃山空，原本他还会垂涎像夏婷这样美女的美色，现在是一心钻进钱眼里了。只是他不想着自己挣钱，只找我复合，算是怎么回事？我看起来很像喜欢接盘的冤大头吗？于是在1个星期都碰到程延东之后，我直接对他说，别出现在我面前了，我犯恶心。程延东不肯死心，试图用语言感化我。宋贤，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当初只是被夏婷的美色蒙蔽了双眼，男人哪有不犯错的呀？我遭遇了这一遭，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我被他普信的发言惊到了，冷笑道，男人会不会犯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就算我一辈子不嫁人，钱也多得花不完。可是你不一样，你既没工作又没有钱，就快混不下去了。眼见心事被戳破，程延东面色一白，用几近哀求的语气对我说道，拜托你了宋贤，就跟我复合吧，再不济你给我点钱也可以呀，让我能撑到舆论风波过去。我们情侣一场，你也不想看到我这么狼狈吧？我逆着眼睛看他，想到当初和程延东在一起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不向生活低头的傲骨。如今几年过去，他怎么变成了这番模样？到底是他变了，还是说一开始我就看走了眼？但很可惜，服软这件事情在我这儿起不到一点作用。我用十分淡漠的语气问程延东，是我让你丢掉工作的吗？程延东愣愣的摇了摇头，不是。那是我让你去跟夏婷谈恋爱，导致现在被人追着叫绿帽王的吗？听到这个称呼，程延东脸色一黑，但还是努力控制住自己的表情，喃喃喊道，宋贤。我冷哼一声，拍裸照，卖人家包，你是怎么有脸觉得我宋贤还会跟这种人渣在一起的？我原本还想给他留点颜面，不要让事情闹得太难看。但是程延东这个人脸皮实在是太厚了，于是我直言道，你不要以为你还了我10万块，一切就都结束了，那些可都只是转账的钱。如果你胆敢再来纠缠我，猜猜我会不会让你把我以前送的礼物一起还回来？到时候你还有下一个夏婷的包可以卖吗？话一说完，程延东彻底愣在原地，身影恍惚，嘴唇颤抖。我转身离开，而他也终于没有再追上来。再后来，这2个人彻底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听说程延东混不下去，回了老家。至于夏婷，我不知道身败名裂的他除了离开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差不多过了半年左右，那位大学同学再次联系到我，他问，你知道夏婷的近况吗？很早之前我就把他俩的微信都删除了，于是很诚恳的说了，不知道。对面说他结婚了，我一个震惊，他知3当3的名头都已经打响到隔壁市了。人们没有记忆，但是互联网有记忆呀。直到现在搜索他的名字，还能看到他当初在办公室被阔太太打的视频呢。就这样，谁敢娶她呀？同学故作神秘说，她老公你也认识，猜猜看。一个名字霎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会是程延东？其实这个名字说出口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程延东和夏婷早就是恨不得互相捅刀子的仇人了。如果不是程延东卖包，夏婷不可能身败名裂，还失去了工作。如果不是夏婷出事，程延东也不会颜面丧尽，辞职回乡。可是对方却给了我肯定的回答，就是他俩。一开始我都不信呢，可是夏婷都给我发请帖了。他现在的日子大概过得很不如意，我当初读书的时候和他那么不对付，他都要给我发请帖，赚我这个份子钱呢。其实不用他说，因为没过几天，我也收到了请帖。除了请帖外，信封里还夹着一张纸，明显是夏婷的笔记。
你这么有钱，应该不会只给几百块吧？本以为经历了一些事情后，他能有所成长，没想到还是蠢得一如既往。我到底是做了什么，才会让这夫妻俩都以为我是冤大头啊？我看了看请帖上的地址，是程延东的老家，去是肯定不会去的了，但是我真的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让两人走到了一起。好在他的舍友要去参加婚礼，按他的话来说，他俩的故事比狗血剧还狗血，不去看个现场真是亏大了。没过多久，他就发来了回馈，别的不说，那个环境就是在一个小平房的后院举办的，连桌布都是红色塑料的，你见过吧？我堂叔二婚都不用这么土的了。我很震惊，有这么夸张吗？结果对方直接给我发来了几张现场图，我只能说现实比他描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夏婷的婚纱是肉眼可见的廉价，她似乎变胖了，脸颊都圆了一圈。这对曾经是美如命的夏婷来说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程延东站在她身旁，脸上没有一丝笑意。想当年夏婷还跟我们吹嘘过自己将来要办的婚礼呢，要去法国，还要穿意大利设计师亲手做的婚纱，结果现在虽然不喜夏婷，但是两相对比也是一阵唏嘘。我奇怪地问道，所以到底为什么他俩会结婚啊？一听到这个问题，对方就来劲了。听说当时程延东回了老家，夏婷也不知廉耻地跟来了，毕竟之前的事情一闹，他也混不下去了，没有人再愿意给他花钱，所以他就赖上了程延东。小县城嘛，你懂的，消息闭塞，程家爹妈还以为自己儿子白捡了个漂亮媳妇呢，喜欢的不得了。而且听说夏婷当时还说什么，不要彩礼，可把他妈妈乐坏了，使坏在他们用的那上面扎了洞，结果夏婷就怀上了。然后程延东就崩溃了，他一开始应该只是想玩玩夏婷的，报复一下夏婷给他带来的恶果，结果现在喜当爹，逃也逃不掉了。其中百转千回的剧情比小说还离奇，我突然为了夏婷接下来的命运感到担忧。他也真是糊涂了，不想想将来程延东父母知道他的过往会怎么对他。对方沉默了一番，最后说，没办法，这也是他自己选择的路。是啊，这是他自己选的路。按照他的样貌，原本应该有一个比现在好100倍的人生，只能说他和程延东简直是八字相克，又孽缘不断啊。这就是我最后知道关于他俩的事情了。后来夏婷有没有被拆穿，程延东又有没有在舆论平息后重新回到市里，我都不得而知了。只是这两个人事迹一直被我当成反面教材，用来自我反省。想到他们，我就会再一次告诉自己，人千万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走错的哪一步会让你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